妹妹外出救人时留的是我的名字。公子，我是前面城内许知府家的女儿，名舒然。所以谢渊来求娶时说的也是我的名字。本王要求娶知府大人的女儿舒然。成婚掀盖头时，我并未看出谢渊眸底闪过的那抹错愕。婚事虽不如他意，他却也与我相敬如宾了一辈子。后来妹妹丧夫回母家，谢渊曾多次相助，我那时才知，他一直想娶的是她。不过是旧时念想，如今各自嫁去，我只当她是妹妹。可老年的谢渊早已糊涂，他忘了我这个妻子，每日醒来就跑去我娘家，坐在门前的石阶上，唤着我逝去的妹妹的小字。念念，又一次将谢渊哄回家后，念念，是你呀，舒然。如果有来世，我定然要将人认对了，免得再受这种蹉跎。来世我也定然不会再嫁你了。这谢王府就是个吃人的魔窟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快起来了！这都日上三竿了，老爷还等着你见客呢。大小姐，哎呦，我的大小姐啊！我回来了。谢渊，既然你心中只有念念，这辈子我绝不做你的笼中雀。姐姐，你跑这么快做什么？你不是最稳重的吗？知意，跟我去正厅。姐姐，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阿爹要会客呢。前世这个时间，谢渊早已入座，难道谢渊没来？姐姐，你魔怔啦？没什么，就来看看。成日待在房中闷，想跟你来这里透透气。在这儿透气，外头才有意思呢。姐姐，要不我们出去逛逛？你跟我一起，阿爹准不会骂我。以后可以，但今日不成。手脚都麻利些。姐姐，你看，好大的阵仗！今日来的是靖安王府的谢渊世子，怠慢不得。徐管家，世子爷的车驾到府门口了，快走！京城郡王谢渊协礼拜会许知府。阿爹说过，我们还未出阁，不宜见外男的。王爷，这边请。这不是那天树林里那个人吗？他竟然是世子！姐姐，我不太舒服，先走了。民女许舒然，见过王爷，不知王爷今日来访，所谓何事？你定是许知府的长女，果然如传言般端庄识礼。她果然也重生了，那眼神里没有惊喜，只有计算。王爷造访，有失远迎。
怠慢了，实在怠慢了。舒然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下去？王爷，您今日带着这么多礼香，不知是……本王今日是协理答谢二小姐前些日子的救命之恩。民女告退。谢渊，这一世你果然学聪明，不求取，只谢恩。但你忘了，哪怕你想换个人娶，知意心中也从来没有你。那日我路上遭护卫背叛，多亏二小姐所救。当时二小姐自称舒然，本王今日才得知，救命恩人原是贵府的二小姐许之意。王爷言重了，小女顽劣，平日里最爱往外跑，没成想竟撞了大运，能救下王爷千金之躯。不必惊动二小姐，本王今日只是送礼。二小姐性子单纯，若我声势太大，怕是会惊了她。多谢王爷体恤，舒然作为长女，若能有王爷1/10的沉稳，老臣也就放心了。谢渊，你果然也重来了一趟。你记得徐府的路，记得知意救你的细节，甚至记得这一天管家会你带进哪间偏厅。姐姐，那个王爷走了没？他呀，刚还在大厅跟阿爹谈笑风生呢，你跑什么？我怕阿爹骂我呀。姐姐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他是不是发现我救他那天留的是你的名字了？发现了，你老实交代，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1个月前，我和陆琪出门采药，在路边看见一个浑身是血的人，陆琪说医者仁心，不能不救。这边有血腥味，好像有人受伤了。荒郊密林，伤者若是无人搭救，怕是性命难保。去看看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是谁？公子，这个人昏过去了。公子，你醒了，不要乱动，小心伤口。多谢姑娘和公子的救命之恩，敢问二位恩人的姓名？要是就这样告诉他我是谁，到时候被他找上门，让阿爹知道我又和陆琪这个江湖郎中混在一起，怕不是又要被阿爹追着打。你个小崽子，毛没长齐就出去和人鬼混，我看你是皮痒了。阿爹，臭崽子，这个小崽子！阿爹，你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干脆说姐姐的名字吧，姐姐从小温柔贤淑，阿爹定不会责罚姐姐。我是前面城内许知府家的女儿，名舒然。这是我的仆人，报恩什么的就算了，路过岂有不救之理？这位公子，我们已准备好足够的柴火和干粮，因家中老爷管得严，须得在黄昏前赶回府中。公子保重，有缘再见。有缘再会，告辞。舒然，舒然，舒然，舒然。可你也知道，阿爹最讨厌陆琪那个江湖郎中。我要是留真名，回去肯定得挨板子。陆琪，前世他死活要嫁的竹马，那个最后死在瘟疫里的穷郎中，原来从一开始……许知燕，你给我起来！你是要造反吗？
你若不准我嫁给陆琪，那就留着你的尸首吧！你个不孝女！哎呦，造孽呀！行，我上辈子欠你的。知意就这样嫁给了江湖郎中陆琪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在他们成婚的第2年，荆州城内突发瘟疫，陆琪不舍昼夜救人，最终要来了，陆琪，你给我撑住！而我的丈夫谢渊却在我怀孕时担心着我妹妹知意。姐姐，你说我现在去跟王爷坦白还来得及吗？让他帮我和陆琪做主。知意，谢渊此人心机深沉，他不是你的陆琪，这门恩情阿爹会处理，你万不可再私下去见他。舒然啊，这谢王爷今日谢恩，只字不提求娶之事，倒叫为父有些看不透了。阿爹，王爷是千金之躯，救命之恩本就难报，他能亲自登门，已是全了礼数。既然他没提旁的事，阿父也不必自扰。只是你这性子太静，成日待在府里，倒不如你妹妹活络。前世就是这份静，成了禁锢我一生的枷锁。阿爹，今日夜市热闹，女儿想带知意出去透透气。注意安全，早些归家，别跟小孩子一样贪玩。前世今日，我满心欢喜，憧憬求娶，那是苦难的开始。这一世，我要亲手推开这扇门。姐姐，快走啊！陆琪已经在隔壁街等我们了。好，我们走。见过大小姐、二小姐。虽是江湖郎中，却目光至诚，难怪知意前世为他守了一辈子。陆琪，我姐姐第一次来，你可得好好招待。好，徐二小姐，小的定将您和令姐招待周全。雨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几位好兴致，竟在这里巧遇。陆大夫，王爷与我们是客，你挨着王爷坐也好照应。我重生回来，本想靠近知意，如今被外男隔开，连他衣角都碰不到。姐姐，这王爷怎么阴魂不散的？看戏吧，这戏里的负心汉结局可不怎么好。破镜就是破了，圆的再好也有裂痕。陆琪，我饿了，这戏看得我口干舌燥。那家的烙樱桃酸酸甜甜的，姐姐肯定也爱吃啊。好，带你去。不知本王能否赏脸与几位同去，就当是本王请客，答谢二位的救命之恩。王爷既然有此雅兴，民女自然不敢拒绝。阿奇，你看，就是这家，我们快进去吧。好。你倒是不客气啊。两位姑娘的烙樱桃，这位公子的冷香丸子，请慢用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忘了问王爷吃什么了？哎呀，是民女疏忽了。王爷贵为千金之体，这些民间的粗食，想必是入不了王爷法眼的。无妨，本王不挑。给我也来一份冷香丸子啊！不必，你自己吃。公子，你都加了5回辣了，这要是受不住，我回去怎么跟侯爷交代？来都来了，不试试重辣的滋味，怎么甘心？姐姐，
你看那病弱公子长得真是不错，就是这吃辣的劲头，看着比你还勇猛。他的眼里有光，不像个将死之人。这位姑娘，莫非也是性情中人？这位公子要加第6回辣，这位姑娘也嫌味儿淡，不如2位凑一桌吃这锅重头戏，这辣椒价高，省得浪费。我倒无所谓，就怕唐突了这位姑娘。好啊，既然公子也是性情中人，那便拼这一桌。舒然从不吃辣，前世迁就我魏姬连葱蒜都不碰，如今竟为病秧子碰这锅毒药。味道对了。听姑娘口音是本地人，实不相瞒，我是偷跑出来的，家里订了一门亲，听说是个极好的姑娘，可我打出生起就多病，郎中说我活不过20。公子今年18。我想着，既然活不久，何必误了人家？姑娘既是荆州人，可知州府大人徐府怎么走？我想去退了这门亲。世子，我想，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。徐姑娘，既然是你，那我更不能耽误你。退婚的事，我会亲自向许伯父说明。但我不同意退婚。为何？我命不久矣，你嫁过来，恐怕很快就要守寡。其一，父母之命不可违，退婚会损我声誉；其二，镇南侯府远在婉月，我自幼困于荆州后宅，我想借这门婚事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；其三，今日初见，世子待人有礼，能为未谋面的女子考虑，实属良人。世上良人极少，我不想错过。许姑娘，你莫要意气用事，守寡的日子。世子既然说自己活不长，那请问是一个女子伺候夫君多年辛苦，还是守寡多年更轻松？哼，许姑娘，你果然非同寻常。时候不早了，念念，我送你们回去吧。王爷说的对，今日多谢王爷了。我爹下聘的队伍这个月便到，我都会留在荆州。在此之前，许姑娘若后悔，恐怕要让世子失望了。许舒然，你疯了吗？你要嫁给一个快要咽气的废人？王爷，有些人的心是鲜活的，即便他只能活1天；而有些人心早就烂透了，活10000年也是糟蹋粮草。2位小姐，2位兄台，告退，下次再会。夜里你们2个女子不安全，不如坐我的马车回去。确实。徐府和王爷的府邸不顺路，就不劳烦王爷了。无妨，知意姑娘是我的恩人，绕路不算什么。姐姐，你就别拒绝王爷的好意了，正好我也有些累了，不如我们就坐马车吧。好，好，好，都依你。今天那家甜品铺子的烙樱桃是真的好吃，下次我定要带些回去给阿父尝尝。说起这个，姐姐可擅长做糕点了。许舒然，别装了，你也回来了吧？你记得前世，就该知道我对你虽无念念那执念，却也护了你一生。我没有负你，没有负我。谢渊，你忘了老年的你，每日醒来就跑到徐府门前唤着念念，你忘了你从未记住过儿女的生辰。你所谓的没有负我，只是给了我一个王妃的空壳，让我枯坐后宅30年。那是因为我认错了人，这一世我可以补偿。补偿？谢渊，
前世就当是大梦一场，如今梦醒了，我不恨你，但也绝不想再见到你。你就那么甘心嫁给江衡？他那个身体能给你什么？他能给我从未见过的体面，还有我最想要的自由，这些王爷从没有给过。大梦一场，你想得倒容易，许淑然。姐姐，你刚才跟王爷说什么悄悄话啊？人家可是看着你进门才敢放心走呢。你再乱说话，下次就不跟你一起出门了。徐管家，徐管家。小姐，何吩咐？从今日起，若谢王爷登门，一概回绝。前世那场一瓶的药方中，就是缺一味地胆草。谢渊，你疯了！这是内宅。这几日之意天天不在家，听管家说，今日有人来为你量身做嫁衣。是又如何？与你何干？许淑然，你到底想玩什么花样？先是故意支开念念，现在又弄出个嫁人的戏码。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回心转意？回心转意？谢渊，你是不是脑子坏掉？你觉得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吸引你？前世你爱我入骨，为了我不惜枯守后宅30年，若不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你怎么可能答应嫁给那个江衡？我做嫁衣，是因为阿爹已为我议亲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嫁的是江衡，不是你谢渊。你真的不是在跟我赌气？立刻给我滚！若是被阿爹撞见，你坏的是知意的名声。此事定得告知阿爹。世子严重了，既然陆大夫能治世子的旧疾，住在府中自然方便医治。多谢许伯父成全，晚辈在荆州举目无亲，幸得伯父不弃。这人倒是会顺杆爬，前脚刚定亲，后脚就住进了家门。许姑娘，往后还要多多叨扰了。老许啊，我这逆子总算办了件人事儿，要是他敢退这门亲，老子先打断他的腿。侯爷，严重了。世子是多么谦逊有礼的人，倒是小女舒然，还得侯爷多多教导才是。舒然见过侯爷。哎，许姑娘，江衡这臭小子，以后若是他敢欺负你，尽管给老头子我写信。侯爷说笑了。舒然，你先下去吧，替世子将药煎好，世子起床好喝。嘿，这小子还睡着呢，去把他叫醒，就说他老子来了。近日陆大夫说世子的病由于没有好好休息而加重了，就吩咐非必要不要去打扰世子，让世子多睡会儿才是。犬子承蒙许兄照顾了，坐坐坐。舒然，你若回头，我也不会嫌弃，定会给你个名分。谢渊，你当我是你的什么东西吗？偃月那种蛮荒之地，你个王八王爷！谢渊，你堂堂一个王爷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钻到后花园欺负我姐姐！念念，你听我别叫我小字，我觉得恶心。你若再敢纠缠我姐姐，我便让阿爹去圣上面前告你一状。念念，我是怕你姐姐被江衡骗了。那镇南侯府远在陆岳，江衡又是那个名声，我是为了许家好。为了许家好，不过是想让一切都按着你的心意走。谢渊王爷不必再演这出深情戏了，劳烦王爷离开了吧，别再来纠缠。
哎呀，这不是谢王爷吗？您怎么搞成这副样子？难不成是在园子里迷了路，惊了神？许大人，本王有话要同你说。这门亲事，婚书……王爷慎言。江上子虽然体弱，却是出了名的正人君子，对我家长女更是百依百顺。她活不成，你这是在卖女儿！王爷，老臣尊您一声贵客是看在您的身份，可若您非要在这大喜的日子咒我女婿，那徐府庙小怕是容不下王爷这尊大伯了。管家，送客。岳父，请喝小婿新茶。日后定要好好对我女儿。小婿知道了。新娘子出嫁喽！许姑娘，不，心月，我来了。我原以为自己写过世间所有角色，今日才知，笔下文字竟不及心月万分之一。世子今日不咳了？今日是大喜之日，哪怕要咳，也得等我看了夫人的美貌再说。心月，我会带你去百越，看那些我写过的山川河流。夫人，前面马上到婉月了。夫人，这里不如靖州繁华，也不及京城贵气，住不惯我们就回靖州。我很喜欢这里，这里有草木的香气，有风的声音，江寒，我很喜欢。基友，带夫人去院子内逛逛。夫人，这是榕树，以气生根，独木成林，寿命长而出名。夫人，你若还有其他喜欢的花草，尽可跟基友说，让他去采买。听说百越盛产地胆草，可否带我看看？夫人，你要那种杂草干嘛？有是有，但没在院子里，在山坡上。少夫人，地胆草长在野外，平时农户们都只当它是杂草，拿回去喂家畜的。前面就有，带您去看看。带我去瞧瞧。官人还好吗？要不要歇歇？这点路转，我还能行。在这里，就是这种。官人，你来看。少夫人，你找这东西做啥？小的吩咐各大医馆来收就行。官人，我已打算大量囤购地胆草。夫人囤购这清热解毒的药草，是觉得有疫病要发吗？我有预感，荆州那边可能要不太平。看来夫人是神机妙算啊！跟我是娶了个仙人娘子回家，哈哈哈哈。我是担心知意和阿爹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这么大的家底儿，还不够夫人买的吗？今日叫各位管事的来，是想让你们替我夫人办件事。从今日起，地胆草有多少我要多少。另外，各大铺子开始收购陈皮、贯中和板蓝根，全部囤入西郊的大仓，不许声张。夫人，别忙了，今日你都没怎么陪我。好，好，好，明日给你做古董羹。
官人，这可是我亲自调配的百越特供版红油，加了这南京特有的珊瑚胶，祛湿最是管用。世子，您的肠胃要不还是吃白水的吧？不必，夫人吃的，本市自然也吃的。这味道火烧火燎，却又让人欲罢不能。慢些吃，谁让你一次吞那么大块？有趣，当真有趣。从前那些大夫总让我清淡饮食，吃的我嘴里都要淡出鸟来，感觉整个人都要没了。今日这一锅，倒像是把体内的死气都烧干净了。在百越，活的就要像这火锅一样热烈滚烫。哟，哪儿来的小娘子？不懂规矩，如此批量的购入地胆草，你想干嘛？低价卖？问过我手里的棍子没？世子，少夫人被刁难了。你谁呀？离我远点儿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恶盗王胖子当街打死镇南侯世子了！天哪，那可是世子爷！这王大胡子不要命了！夫人，我怕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告诉爹，让他调5000精兵给我报仇。世子爷，我错了，我混账！世子爷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你千万别咽气啊！小娘不，世子妃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小人吧。您需要的货，我吩咐人都给您送来。这小滑头。夫人，我刚刚那招妙不妙？我准备的药水可真棒。你还是个世子呢，这种招都能想到，说出去不怕被别人耻笑。世子妃，这地胆草在百越是用来喂羊的贱草，平时几文钱能买一担，您这半个月已经收了整整3座大仓，再收下去，咱们药行周转的银钱可就全压在这上面了。几个老板开始有点不乐意了。是啊，少夫人，这草既不能当饭吃，也不能当金子使。您若是想做慈善，开粥旁也比收这烂草强啊。基友，你跟了我这么久，可曾见我错过？那倒没有。前世，陆琪因为缺这味地胆草，生生耗死在疫区。这一世，我要让这贱草变成价值连城的救命丹。乔见没？镇南侯府那位荆州来的儿媳妇儿，怕是脑子被南境的湿气泡坏了，竟然倾家荡产收地胆草。嘿，等这草烂在仓里，这舒心药行怕是要改名闹心药行喽。诸位若是有货，尽管送来，我许舒然给的价绝对公道。侯爷，世子妃此举简直是儿戏。短短月余，侯府30%的县朝都变成了后院那些喂羊的烂草。长此以往，南境军费告急，该如何是好？世子妃虽出身知府家，却不懂经营之道，请世子收回库房钥匙，莫要让侯府基业毁于妇人之手。恒儿，你怎么说？毁于妇人之手。
我夫人的眼光比你们这群只会算计俸禄的老古董要高出1000倍。她要囤草，那我便把这南京所有的草都买下来送她玩。世子，那是侯府的家底呀！家底？本世子这副残躯能活到今日，全赖夫人悉心照料。这是我母亲留下的私库，里面是南境60%的矿产收益。夫人，拿去用。只要你高兴，把这100元城买下来当地窖马草，我都依你。你真的不问问我为什么？万一我真的败光了你的家产？虽然你从不说明白，但我感觉得到，你在和时间赛跑。不用解释，去做你想做的事。我是你的夫君，不是你的监工。世子，又是那位谢王爷寄来的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第3封了。明面上是问候南境边防，实则每句话都在打听少夫人的近况。他还说，他说什么？新月自幼体弱，南境潮湿，恐其不适，望世子垂怜。呸！他算哪根葱，竟敢叫夫人的小字？谁叫我的小字？一个记性不好、总爱异想天开的路人罢了。夫人，他说你体弱，不适应百越。谢渊这辈子最大的毛病，就是总想当别人的救世主，却不知他才是那座囚笼。既然他如此挂念，我便回他一封。你回了什么？4个字：夫人安好。你是嫌他的腿伤好得太快了，这4个字怕是能让他气得呕出血来。他若死心不改，那便让他隔着千山万水，看着我们如何恩爱白头。夫人安好，好一个夫人安口！江衡，你不过是捡了本王的漏！王爷，不好了，城南已有数百人出现高热呕吐之病，陆琪医馆门口已经抬出了好几具尸首。什么？瘟疫？怎么会这么快？这病怕是来势汹汹。快去传府医，去封锁城门，封锁所有药铺，把地胆草和板蓝根全部收归王府。王爷，晚了！半年前就有一股神秘势力把市面上所有的地胆草都买断了，现在荆州城里一归药材都寻不见啊！没有药，还是没有药！没有地胆草作为引子，这清瘟方根本没用。陆琪，谢渊那个王爷根本不管我们死活，他只知道关城门，他这是要我们等死啊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前世陆琪虽然死了，但至少药材是够的。难道是因为我重活一遭，连天灾都变了？舒然，若你在，一定有法子。可你在哪儿？你真的在江衡怀里安好吗？百越书信药行，奉电运送救命药草入城，挡路者斩！站住！王爷有令，疫病期间，任何人马不得入城。镇南侯府办事，谁敢拦路？车里装的是救命的地胆草与陈皮灌纵，耽误了施药，你项上人头赔得起吗？容末将请示王爷。救人如救火，世子妃有令，若官府阻拦，便说是反越送给荆州百姓的赠礼，不收1文钱。开城门！白月，书信药行，那是他的手笔。他半年前就开始准备，难道他早就预见到了今日？陆大夫，我家主子说了，这些药材只管取用，方子您尽管试，药管够。陆琪，快看，真的是地胆草，还是晒得极好的陈年老药。季先生，敢问阁下，贵主子可有话带给陆某？主子只说药是救命的，不是用来博名的。陆大夫忙着，既有告辞。张姐，你这是在逆天改命啊！不知道知意他们怎么样了？陆琪能明白我的苦心。
地胆草入药，辅以罐中生甘草。这原本被我弃掉的废方，配上长姐送来的这些药材，竟成了清瘟败毒的奇药。陆琪，你都2天没合眼了。之意，你可记得长姐远嫁前给我的那本笔记？记得啊，她说那是她偶尔在旧书摊淘来的偏方，让你留着压箱底。哪里是偏方？那是长姐在用命护着我们。她囤药的时间恰好在一瓶苗头出现的半年前，她给我的方子精准避开了所有误区。你先把药喝了，不然身体挺不住啊！1两到4两的药量，陆琪，本王问你，这药材到底是谁送来的？回王爷，是百越的商队。商队？哪个商队能在这个时节拿出这么多连王府都寻不到的地胆草？是许舒然，对不对？是又如何？王爷若能像长姐这般留心百姓，今日靖州也不会有这么多孤魂野鬼。你也知道？陆某不知道王爷在说什么，陆某只知道，今日长姐救了全城，而王爷却在纠结这药材的出处。去，分给城南的百姓，告诉他们，这药是百越一位许姓夫人赠予的。许舒然，你连救人的名声都要瞒着我，你到底是有多恨我，才会在帮我守护封地的同时，连一个见面的机会都不肯留给我？王爷，这里危险，陆大夫说了，贵人不可轻易入内。有什么不可入的？我堂堂一个王爷，陆琪一个郎中能守在这里，本王难道要做缩头乌龟吗？前世这个时候，荆州已经是一座死城，可现在，他们眼底居然还有生气。见过王爷，今日的清瘟汤已经分发完毕了，药材够用吗？本王从王府调拨的那些，回王爷，王府送来的板蓝根还在路上，现在用的全是百越舒心药行3天前连夜运到的急用药。陆大夫说，那些药不仅纯度高，而且配派极妙，喝下去见效极快。陆琪，之意，我们要给长姐写信，告诉她，荆州活了，我们也活了。多谢陆神医，陆神医长命百岁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各位快快请起。长姐，陆某不辱使命，你给我的不仅仅是药材，还有这封信。陆琪，你若死，知意必不独生，以此命顾全大局，是为愚，务必自保，方能保人。既有，夫人有何吩咐？快马加鞭送到靖州，陆琪手上。是。夫人，荆州大捷，一平退了，陆琪安好。长姐在上，陆某余生必不负之意，亦不负长姐救命之恩。太好了，她没死，知意这一世终于有丈夫陪她白头了。夫人，你救了他们，是你亲手打破了那个噩梦。诸位，地毒草在百越虽然随处可见，但若想成规模入药，必须要有规范的炮制方法。世子妃，现在全南境的人都知道您的药行救了靖州，大家都想跟着您种药。许东家，商会里那几个老家伙原本还不服气，现在个个都抢着要把铺子挂在咱们舒心名下。跟着我可以，但有一条，药价必须由舒心药行统一制定，严禁囤积居奇。谁若是敢在百姓的命上捞黑心钱，百越商会从此便没他的位置。我的许大东家，听说你今天在商会上把那几个老狐狸骂得头都不敢抬。怎么，
心疼你的矿产收益了？心疼什么？夫人挣的比我多了。基友刚才还说想去你那耀阳当个跑棚的，说工钱比我这儿高。世子，奴才那是开玩笑。江恒，我们要开办一间医学院，让翻越的孤儿去识字学医，药材有了，大夫也要多起来才行。好，你想做什么我都陪你。夫人，你现在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。舒然啊，陆琪在信里把你夸成了天仙下凡，咱们百越的药行如今名满天下，连朝廷都要派人来嘉奖了。全赖父侯与世子支持。如今荆州大疫已过，百越的生意也步入正轨，儿媳想带江寒回去看看。想家了？想回去看看知意和阿爹。去吧，带上100千兵，10车百越特产。我要让那帮荆州的官员瞧瞧，我镇南侯府的世子妃是何等的气派。陆琪，快看，那是姐姐的车队。知意，慢点，小心肚子。王爷，既然想见，何不让县衙安排个名头，当面迎一迎？当面？本王如今还有什么脸面去见那个被我毁了一辈子的女人？梨沃？什么？原来他笑起来是有梨沃的。前世我教了他30年王妃，可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笑。他不是性子贱，他只是在我身边从未快乐过。谢世子妃救命之恩，谢许神医赠药之德。诸位快请起，舒然身为许家女，护荆州乡亲是应当的。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每天在佛前求你和姐夫在百越平平安安。我这不是没事儿吗？快进去，你怀着孕，不要动了胎气。舒然，你回来了。见过阿爹，百越路远，礼物都在后面了。姐姐，那个谢渊这几年过得可惨了，自从不小心断了腿，脾气古怪的很，谁家姑娘都不敢嫁。他前些日子还总往咱们家门口绕，真是恶心。他过得好与不好都与我无关了，知意，他在我眼里连这残花都比不上。江恒，你也听到了？听到了，大抵是荆州的猫儿不听话，偏爱翻这镇南侯府主母的墙。舒然，我只求看你一眼，哪怕一眼。王爷深夜造访，不走正门走墙头，这是荆州的新风俗。江寒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新月，你瞧，这位王爷想见你，都要学那毛贼的手段。王爷，这戏码我写书里都被骂没新意，您怎么还亲身演上了？舒然，你当真这么狠心，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？解释什么？我和王爷只是萍水相逢。你还记得？记得，所以才觉得恶心。谢渊，你的深情比草贱，在我喊家丁过来报官拿贼之前，立刻滚回你的王府。王爷，再有下次，折的可就不是另一条腿了。你这嘴真是比浮游的笔还要毒。对付这种记性不好的，就得下重药。念念，谢渊，你是不是记性不好？我说过，那个小字你不配叫。本王只是想问，你姐姐在百越那种蛮荒之地，当真能过得好？江恒那副身体，怕是给不了她安稳吧？若是她受了委屈，本王……谢渊，我姐姐现在也有了身孕，姐夫疼她疼的连她下地都要亲自抱着，哪像你？姐夫为了姐姐，在补越盖了全南境最大的药行。写书都要把姐姐写成女侠，呸！你别来骚扰我姐姐了。舒然，你连孩子都要和她生了吗？在百越，这间医学院不看出身，只看人品。你们之中有孤儿，有药农之子，只要能识字，愿学医，这舒心药行所有的珍稀药方，我都交给你们。世子妃，我们一定会努力，绝不让地胆草再变成未阳的废草。地胆草救了荆州，但未来能救百越的是你们这双手。前世我在这般年纪，正在谢渊的后宅里清算1两为银的盈亏，
如今我笔下划出的每1两银子，都能换回百越的一条人命。许大院长，怀孕了就不要这么操劳了，我很心疼啊。这不月份还小吗？想把事情都交代好。你怎么过来了？不是说要去南境军营看傅侯吗？去看过了，老头子让我告诉你，南境驻军今年的防疫药包必须得由咱们新月医学院的学生来配。他说别家配的，他不放心。真的？这可是极大的认可。夫人，你赋予了这片土地新的生命。以前百越只有战火和瘴气，现在这里有了希望。臭小子，你晃得老子眼晕！倏然吉人自有天相，定能平安。爹，我只要他平安。早知道生孩子这么疼，我当初就不该。恭喜世子，恭喜侯爷，世子妃生了，是一对龙凤胎，母子平安。写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我在给孩子写江湖启蒙记，我要告诉儿子，以后要像你娘一样顶天立地，要告诉女儿，她是这世间最自由的飞鸟，谁也困不住她。王爷，喝口水吧。百越那边传来消息了，他怎么样了？世子妃的一双儿女已经成才了，长子接掌了南境军防，长女成了百越最有名的女先生。听说侯爷江衡虽然白了发，却依然日日陪着他巡视药田。好，好啊，他真的带他看了一辈子的风景。王爷！